明哥，這一場伊朗的戰事再不停歇的話，中東國家要氣炸的。除了我們之前講的海運、航運之外，全世界最好的，不管是度假村、飯店、遊樂設施都在這邊。它現在每天都停擺，尤其還有什麼還在造的，像你看到這個永利度假村，它花了50億在這個地方蓋度假村，在哪裡蓋？荷姆茲海峽旁邊，它蓋現在不知道怎麼辦，為什麼？荷姆茲海峽隨時一個無人機、一個飛彈過來，我剛蓋好，或我蓋一半，我就被炸爛了。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當中，富麗堂皇的這個永利度假村是誰投資的？也是有中國大陸的資金啊。那大家都去過澳門的永利酒店啊，都是有中方的這個資金。現在就尷尬了，到底蓋不蓋得下去？它总共有這個1500間的這個客房啊，22家的酒吧跟餐廳，據說還有一個超級遊艇的碼頭，就是瞄準那些高端的中東富豪，就在荷姆茲海峽旁邊，对，海景第一排。荷姆茲海峽的外面就是巴林，它的这個卡達巴林，它的外面它等於在那邊有一個是個人工島上面，就在這個荷姆茲海峽的中間那邊，所以它現在蓋在那邊，這不是等於衝突第一線嗎？對，你說是海景第一排，是啊，放煙火，但那個煙火是用無人機跟飛彈、炸彈炸出來的，飛彈第一排就在你前面炸，你還繼續蓋得下去嗎？所以就很尷尬啊。那剛剛講說，中東地區現在每天損失178億台幣，6億美元。對，你知道他們一年要損失，如果這樣子打下去，一年的話，一年的這個產值光是在觀光產業的話，就有2070億美元呢，6、7兆台幣的這樣的一個經濟規模，哪一個國家受得了？剛剛講的是荷姆茲海峽海線第一排的這個永利這個酒店，這邊還有一個這個杜拜的樂高樂園，對，然後呢，這邊還有一個紐約大學的阿布達比分校，也正在蓋當中。然後這邊在巴林這裡呢，還有亞馬遜的這個資料中心，對，還有這邊有一個巴林1級方程式的這個賽車賽道 ，F1 是很多全球賽車迷最喜歡看的。這個巴林是一個很重要中東地區的這個一站，也在這邊。然後還有包括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它的這個旁邊有一個城市，有一個全球著名的6旗奇地亞城的一個6旗樂園，它剛好在這個沙特阿拉伯利雅得首都旁邊的一個吉地亞市的一個城市離利雅得不到1個小時的車程。那這個地方它去年底開放了一個雲霄飛車，號稱是世界上速度最快、最高，然後最長的雲霄飛車。它是穿過圖瓦伊克山脈那邊，它直接還穿過隧道，直接開鑿了那個隧道然後用每小時155英里的速度整個俯衝下去，還經過山坡跟懸崖，直接衝上他們有設計一個人工型的這個駱駝峰的山坡，所以是全球最有名最高的。对，你现在怎麼辦？有觀光客嗎？還有剛剛我講的這個樂高樂園，它在杜拜，你現在看到這邊有沒有暫停營業？來，這4個字，這個樂高樂園多有名，現在真的只能停了。所以有一個這個房地產還有這個公司的業者，他提出了一個這個很感慨我覺得最諷刺。事實證明，你離一個地點主要的熱點地區只有1次無人機飛行的距離。後面那句話是什麼？誰敢來？對。無人機飛行的距離，看這個就是伊朗。我在玩雲霄飛車的時候，我可能無人機在我上頭，然後炸下來，對，不嚇死人嘛。所以你現在看到我在玩大怒神，我上去的時候，無人機在我旁邊。你現在看到到處都是被伊朗攻擊的這些地方，不管是無人機、飛彈還是火箭彈，在波斯灣地區處處可見。所以現在中東最氣的是什麼？我今天已經蓋好東西，全世界最棒的東西，我全部都要關閉，而且我還在蓋的，我根本沒有辦法蓋下去。我每少蓋1天，我損失1天。所以不只是每少蓋1天就損失1天，他們這樣子打下去的話，他們永無寧日。所以你包括這個杜拜的它的一個奇蹟花園，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花園。你看它的這個裡面的那個花卉種類啊，它至少超過了這個120種，然後還有超過1億株不同品種的這個花卉。對，那像這些主題的這個花卉啊，還有數百萬朵的這個花，它幾乎在這個13年前從這個第一次開放之後，就吸引全球的這個愛花人士的這個目光，所以也成為在這個杜拜地區的奇蹟花園，成為那個地區主要的旅遊景點，每年都吸引好幾百萬的旅客到那邊去旅遊。結果你看到現在呢，它竟然要搶客了，為什麼？因為沒人去啊，它變成杜拜奇蹟花園，它只好以這個他們國家為中心，對於這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就是我剛剛講阿聯酋那個地方他們就發了免費門票，以前在那邊大概票價大概就是1000塊新台幣上下。現在他說，你只要憑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你身份證明文件，你就可以到這邊免費參觀。可是我有沒有聽錯？阿聯酋
杜拜他們會缺錢嗎？免費，你知道說這個，他們哪會缺錢？竟然用這種，你不用，我不用錢，你来，你不用錢，你来，我听了什么？1000塊錢的門票對阿聯酋、中東當地富豪比比皆是，是不算什麼的。但是現在沒人去啦，那只好跟他們自己本國的國民，還有阿聯酋這些各個酋長公國的遊客，你就來吧，因為其他各國的不敢去啊，誰還敢到那邊？那杜拜的機場，杜拜很多這個本來是全球最繁忙的，就都空蕩蕩的啊。結果他們現在買車也受到了這個衝擊。以前中東富豪在買車，他大概是占全球的這個豪車的這個市場，大概只有1%的左右的市占率啦。也就是說他們的課程並不會說影響很大。但是你不要想哦，假設他這一台車他買的是1億元，他可能光是在改裝它的配件啊，他可能就改到3億元、5億元，超過他原來車價的2、3倍甚至5倍。所以豪車的車商、經銷商都喜歡賣他們。那現在影響所及啊，他們現在這個車我沒有辦法經過陸運跟海運，我用空運可以吧？空運的運費更貴啊。所以，但是因為他的這個豪車都是高度客製化，中東富豪買了之後他會改裝之後呢，他的這個跑車、豪車空運的費用也高達好幾百萬元，他照樣花。空運費用就算貴5倍，一輛要好幾百萬，他也花得下去。所以這當然是針對這個中東富豪。所以當這個豪車的銷售對中東地區來說下降了15%到25%，將近1/4的這個市場銷售額之後呢，他們還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想盡辦法去突破。那剛剛講到了這個 F1 的這個分紅啊。本來在中東地區，在沙烏地阿拉伯這一站，跟這個巴林站他們的分紅利潤都是很可觀。可是因為現在停下來，不能這個，因為打仗嘛，他就不能賽車了。所以現在呢，他本來中東分站他的貢獻是 F1 年收入的15%，超過5億美元。結果現在沙烏地阿拉伯一站，光是他那單站呢，在沙烏地阿拉伯，他就損失高達5500萬美元，因為他承辦的費用要5500萬。然後他整個取消了之後呢，他的這個損失高達2億美元。影響呢，他的整個車隊年終的分紅全部都受到影響，所以也難怪現在中東的國家說，趕快把伊朗給打趴，我們實在受不了了。以後不這樣的話，年年噩夢都會上演。正峰，我們剛剛講到什麼？海灣國家現在都非常非常的慘。結果我想說，有個國家一定慘，以色列。你今天如果中東這能源都沒辦法出來，你石油跟天然氣沒辦法出來的話，你還能打仗打下去嗎？結果你說沒有哦。現在以色列是怎麼樣？他已經完全戒斷了中東的能源，他竟然他的天然氣可以自己弄100年都不是問題的，是没有錯。现在大家全世界都有能源焦慮，但是有3個國家就嘛講欠崩蛋，哪3個國家？就是伊朗，就是美國，就是以色列。這3個是什麼交戰國？對，結果你們自己搞事，全世界的人都很焦慮，就你們3個沒事，為什麼？因為伊朗跟美國，我們可以想，當然有這2個就是什麼能源輸出國嘛。對，但以色列怎麼會是能源輸出國？沒有錯，以色列真的就是天然氣輸出國啊！你知道不？他每年開採的天然氣量250億立方公尺。對，你知道他們國內每年的消費量只有140億嗎？那多出來那100億，一貴三美郎啊！因為2009年的時候，以色列跟老美有一間公司叫 Noble Energy。這兩就是老美跟以色列在海法的外海，你知道嗎？發現了2個油田，對，一個叫塔馬爾，一個叫利維坦。這2個油田發現的時候，大家鑽探，哎呦，居然有，加一加這2個以外，後來在塔馬爾的西南邊又找到另外一個油田，總共3個油田，對，大概6000億立方公尺。所以他們一鑽探到這個油田的時候，這個氣田的時候，就說，探掉啊啦！我們現在從能源什麼貧戶變成了能源暴發戶啦。對。然後你剛剛講說可以挖100年，對不對？沒有錯，因為現在看起來它的儲量已經探明的儲量1兆立方公尺，你知道嗎？他去年才跟埃及簽了一個合約，就是它可以供應它天然氣，供應到2040年。總共1300億立方公尺。對，去年8月才 renew 這個約好啊，後來就現在發生這個戰爭，你知道以色列也很壞，他給他就地起價，漲價了。我沒給你起價啦，埃及老大哥，我要跟你漲25%。埃及一定很氣呀，他又是阿拉伯世界，他怎麼願意？
他還真的願意。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其他人都斷氣了。對，第一個其他人都斷氣，第二計小啦，主要還是價錢。現在每單位國際這個天然氣每單位要什麼？要13.5美元。可是你知道嗎？一個 key 給埃及跟以色列買的天然氣每單位也只有7.75美元吶。對，6折。所以他買不買？當然買啊！可是啊，你說他以前以色列，我就記得他不是能源大國，对，他以前真的不是能源大國，他以前真的要仰人鼻息啊，以前這種高牆的能源都要仰賴中東。对，然後呢，所以他在1950年的時候呢，他就四處去鑽探吶，看出來我們國內到底有沒有油，總共400口油井，結果都沒有什麼太好的表現啊，所以他決定做一件很驚天動地的事情。在1967年的時候，第3次中東戰爭的時候，就是我們俗稱的6日戰爭。对，他打了誰？打了埃及。他就是他当時的扩張，他的領土擴張了3倍。他打了埃及，他為什麼要打埃及？你怎樣？因為他要占領西奈半島。啊，為什麼要占領西奈半島？裡面有油啦，有酒油，裡面有豐饒的油田。對，所以他就占領了西奈半島。占領之後，我跟你講，我就懷疑這油。可是，當你占領這些油田，你占領這個西奈半島之後，你相對要付出，你要面對什麼？阿拉伯世界的制裁啊，你要面對國際的壓力啊，甚至因為當時的埃及軍武很強，所以你的國安還是面臨的莫大的危機。所以呢，到1979年的時候，以色列考量了一些軍事支出，還有國際制裁，他決定跟這個埃及簽和平協議，所以1982年的時候就撤出西奈半島。對撤出西奈半島怎麼辦？你不就回到以前，你就沒有油啦？你是不是又要跟中東買油？這時候他們斷然處置，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他說：“我決定要你剛剛講的去中東化。”你說這張圖裡面完全看得清清楚楚。沒錯。當時我被中東被你掐得緊緊，我什麼話都沒辦法講，什麼事沒辦法做。好，所以他當時做的選擇，現在看起來完全正確。因此我們可以說啦，如果你的能源你要確認你能夠自主的話，你才能夠支撐你自己國家的國家安全。瑞德哥，我們在這一次伊朗戰事裡面，我們再一次又看到了，這無人機真的非常非常強大，甚至這種現代化戰爭裡面非常非常可怕的就是無人機。結果沒想到美國的參議員來之後，他看到了我們可不可以來參訪我們的這個無人機？結果今天這張照片公布出來，這是我們的勁風4型去炸，就炸完之後，這張照片我真的傻眼，這是一個5公分的鋼板。它既然可以炸得這麼完整，表示它穿透力非常強，它的能量非常非常強，咻這樣炸下去，而且這個孔讓我想到什麼？你看這個東西，平誘彈，這跟平誘彈這個孔不是很相像嗎？我們現在無人機技術，不管是台灣或者是美國，我們合作已經到這麼強了嗎？那麼去年我們 M1A2T 啊，那麼這個坦克呢，那麼直接地表最強的布萊德坦克呢，直接實彈射擊啊，現場擺出來的就有平誘彈。對，一開始還在猜說美國人會不會賣給我們嘛，他就直接故意擺出來給你看。那麼軍事記者一看，哇，眼睛為之一亮啊，平誘彈賣給台灣了。那麼平誘彈它有個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它打進去以後呢，穿甲功能啊，可以穿透你的這個裝甲進去到裡面。爆炸了以後，連帶造成你坦克裡面的殉爆，整個全部炸掉嘛。对，那這個是坦克，這個是做一個戰車啊，那個有這個功能啊。那麼昨天呢，這個美國的共和黨跟那個民主黨的那麼跨黨派的這個參議員吶，特別安排他們去我們的中科院參觀，就那一塊，就是這一張圖，這張圖震驚所有人。這一塊事實上是擺在這個勁風4型無人機的前面，對，也就是說，這個是它實戰，它的彈頭實際上能夠穿透的5公分厚的鋼板。少兒，你想想看，如果5公分厚的鋼板都可以穿透的話，那代表你的裝甲車、你的碉堡、你的各式各樣的直升機啊，什麼東西，我全部都可以打得到嘛？對。那這個勁風4型的無人機呢，它有一個其他無人機辦不到的一個地方，為什麼呢？第一，它可以火速馬上就這個生產，為什麼？因為它是我們跟美國之間所生產的靶機，用來作為靶機。對。所以呢，它可以馬上就大量的生產，而且它價格比起其他的飛彈便宜太多了。那除此之外呢，它還有一個功能啊，我們看到那個彈頭，對不對？它總共我們
們的勁風3型是2公斤重，這個勁風4型是12公斤重。那麼你不要去看它這個無人機呢，認為它的彈頭是不是越重越好，而是它的精準度跟破壞力是不是能夠達到它的要的效果。如果你的那個彈頭是100公斤重，但問題是你飛不到，就會被它打掉，那或是飛得不精準的話，那你再重都沒有用，因為無人機最主要是突襲的功能嘛。那它可以飞到1萬公尺，我跟你講。防空飛彈能夠在1萬公尺打到你這個防空飛彈也很貴了啊，也非常貴的啦。那除此之外呢，它比一般的那種螺旋槳慢速的那種螺旋槳啊，那麼來得更快。它甚至於在俯衝的時候呢，可以到音速那麼高。而且為什麼讓美國來看？因為這是台灣跟美國共同合作的，所以呢，因為呢它的實用性還有。它可以飛到1000公里，对，也就是事實上它可以包括取代一些飛彈，直接飛到廈門港，飛到哪裡？如果他們攻打台灣的話，我們可以針對這些那個相關的這個等於說那個目標呢，包括它運兵船上面的雷達站、指揮塔，直接撞上去，直接打下去，而且像風車一樣。不好意思，如果一般的這個無人機呢，那麼它是密封的話，它就是大黃蜂。一群大黃蜂圍攻的結果就是GG就死掉了嘛。對。那全世界上最厲害的這個無人機當然是烏克蘭。對。因為他面對的這個俄羅斯啊，所以他必須想盡辦法去做無人機，還有反無人機系統。所以為什麼叫反無人？這個就是反無人機系統，可以破壞伊朗的無人機啊。那麼反無人機系統呢？那個澤連斯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剛好結束中東行啊，他帶了一大堆他們的反無人機系統呢，去協助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達這些國家嘛。那麼結果啊，德國的軍火這個龍頭啊，那麼萊茵金屬的執行長呢，直接諷刺這個等於說他們說。烏克蘭的無人機制造能力像是在做樂高，然後呢，烏克蘭的無人機是家庭主婦用廚房裡的3D 列印表機列印出來的，他看不起烏克蘭，你知道嗎？結果澤連斯基怎麼反諷？澤連斯基怎麼反諷說烏克蘭有用的這些這個無人機呢？如果是家庭主婦在這個廚房裡面呢，用3D 列印表機列印出來的話，每一個人都可以當得上萊茵金屬的執行長。對，那烏克蘭的這些無人機的反無人機系統有沒有用？真的有用。為什麼呢？因為人家是經過4年的戰場上的實戰經驗，千錘百煉，歷經苦難以後研發出來的這樣反無人機的系統啊，包括他們這個反無人機系統，我們台灣都應該把它列為我們重要的戰略標的。宏觀取材，釐清真相，犀利精準，深入剖析，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不漏接。老時段，新氣象，我是鍾浩和，關鍵時刻2.0全新出擊。